飞鹰是个身手敏捷的盗宝专家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，是业界有名的侠盗。这天，飞鹰照例出发寻宝，他顺着绳索进入山洞，发现一座石像上镶嵌着几颗硕大的宝石，这趟算是没白来。飞鹰激动万分，拿起宝石就要往口袋里装，不远处突然冒出2个装扮奇特的土著人，飞鹰只得讪笑着将宝石放回原位，土著人却示意他可以拿走。碰上这种好事，飞鹰喜上眉梢，他将宝石一一取下，接着喝了2口石像中涌出的泉水解渴。土著人却莫名焦躁起来，并大叫引来了其他同伴。看其中一个男人的装束，似乎和飞鹰是同事。男人表示偷宝石可以，喝了圣水就要留在这里当上门女婿。飞鹰顿感不妙，马上脚底抹油逃之夭夭。这一趟虽然空手而归，但还是要给自己放个假奖励一下。飞鹰正享受着美妙的假期，却收到老主顾伯爵的急电，要他立刻到西班牙见面。假期泡汤，飞鹰按照约定面见了伯爵。伯爵询问他对2战有什么印象，飞鹰表示他只知道不能再有第3次。伯爵开门见山说道，当初2战接近尾声，德军自知气数已尽，在撤离非洲时将一批黄金藏在了当地的一个秘密基地。执行这项任务的是加德林爵士的副官。奇怪的是，任务完成后，副官及其手下全部人间蒸发，这批黄金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件事已经不是秘密，为了避免引起各国纷争，联合国年政府一直保管着秘密基地的钥匙。飞鹰十分怀疑那些黄金到底还在不在。班奈中校表示基地所帮飞鹰恶补了沙漠知识。飞鹰提出调查一下副官的后人，艾达表示已经查过了，但一无所获。飞鹰还是想碰碰运气，他来到副官的老宅，门口挂着售卖的牌子，院子看起来也像很久没人住过的样子。飞鹰徒手翻进院子，来到存放旧东西的阁楼，试图找出一些线索。门外却突然传来动静，飞鹰东躲西藏，发现进来的是个女孩，她似乎住在这里。定睛一看，觉得有些眼熟，原来飞鹰初到西班牙时和女孩有过一面之缘，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2个中东人也闯了进来，他们明显是跟踪女孩而来，在场的几人他都见过。飞鹰一时间摸不着头脑，只能先阻止中东人伤害女孩。这2个中东人自称复国圣战的战士，他们跟踪女孩已经有一段时间，为的是从她口中问出黄金的下落。原因无他，女孩就是副官的孙女艾莎。大个子掏出一把枪，小个子劝她不要使用暴力，不然会被当成恐怖分子。飞鹰则找准机会夺过枪制服了2人，并警告他们不要再来骚扰艾莎。2人却坚持为了信仰一定不会放弃。随后36计走为上。翌日，飞鹰找到一位资历很老的锁匠，拿出那把基地钥匙请他过目。锁匠仔细查看后告诉飞鹰，这把钥匙十分复杂，除了能触发机关，还要配合密码使用，并且这个密码在每次关闭后都能更改，也就是说只有最后锁门的人才知道密码。飞鹰收回钥匙离开，刚出门就遭遇了袭击，2个老外拿着枪逼飞鹰交出钥匙，这枪只要敢拿出来，就全都是为飞鹰准备的。他3下5除2就夺过了枪，2人见状溜之大吉。飞鹰骑着车准备离开，没成想这俩老外摇人是一把好手，街头突然出现几辆车，开始对飞鹰围追堵截。接着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气死路人环节，飞鹰和对方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，破坏力十足，所过之处无不一片狼藉。一行人你追我赶来到码头，最后以飞鹰损失一辆摩托车成功逃出升天结束。飞鹰这次的酬劳是2吨半的黄金，只是还没开始就被追杀，他希望自己能有命花这些钱。艾莎为了查清楚爷爷失踪的真相，也加入了黄金小队，一行人整装出发。经过几天的跋涉，他们终于来到了沙漠。进入沙漠的前夜，一行人在旅馆休整，有人趁他们在楼下吃饭时搜了他们的房间。这一夜注定不会太平，除了跟踪而来的大个子小个子，还有盯着钥匙不放的外国佬。因为艾莎是副官的孙女，艾达对她颇有成见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。艾莎希望飞鹰能和艾达解释一下。飞鹰来到艾达的房间，却无意中撞上了同样潜入房中寻找钥匙的外国佬。手无寸铁的飞鹰和艾达一时间不敢动作。艾莎见飞鹰迟迟不回来，就到艾达房间查看进度。2个外国佬威胁他们不准求救，艾达只能拼命给艾莎使眼色，然后将她推出了房间。艾莎有点聪明，很快领会了艾达的意思，她将一把枪沾在碗里，装作服务员敲开了房门。然而艾莎不止聪明，力气还很大，她把枪粘得太牢，以至于飞鹰拿了枪都扣不动扳机。于是3人都落入了外国佬的控制。艾莎傻人有傻福，靠着不太聪明的脑子，她化身拆家战士，手持一把冒蓝火的加特林臂，着眼突突，居然还真的歪打正着赶走了外国佬。翌日，飞鹰一行人继续赶路，途中遇到了有过一面之缘的日本女孩桃子。入夜，众人各自睡去，营地一片寂静。强盗们趁着夜黑风高前来打劫，他们抢走了队伍的车子和生活用品，所幸并未杀人。艾莎和艾达被绑了带走，睡在沙坑中的桃子躲过一劫。东西要拿回来，人也要救回来。桃子熟悉这里的地形，表示可以带着飞鹰找到强盗。2人随即轻装简行来到了沙漠中的集市。
这里是强盗们买卖货物人口的地方。等天黑下来，飞鹰和桃子潜入市场，台上正在拍卖艾莎和艾达。飞鹰让桃子去开辆车过来，自己冒充酋长叫起了价，随后将市场闹得人仰马翻，趁乱逃走。几人打算返回前一晚露宿的营地，中途却被大个子和小个子抓到。好在他们是两个笨贼，又一次被飞鹰抢走枪，扭转了局势，甩掉中东人回到营地。这里已经被外国佬血洗，大家一阵唏嘘。飞鹰将他们草草埋葬，艾莎收拾着自己的东西逃。飞鹰带着艾达和艾莎进入了部落，这里的土人很快就发现了入侵者。飞鹰一个王者拖着2个青铜逃命，三人一起失足掉进了沙坑。万幸不是吃人的流沙，沙坑下面也正是他们要找基地。三人很快就发现了副官的尸体，并从他怀里找到一本日记，日记记录着副官带领18个侍卫运送黄金，完成任务后被上司要求毒杀所有侍卫。飞鹰仔细查看，发现副官的背上插着一把刀，刀的主人叫阿道夫。几人数了数地上的尸体，发现似乎少了一具。这时一直跟在飞鹰身后的外国老头目终于露了面，他就是阿道夫，那个杀掉副官逃出去的侍卫。阿道夫的人在途中发现了桃子，便胁迫他带路来到这里。原本他应该属于奋起反击的受害者，但却野心勃勃，想要独吞这些黄金。阿道夫胁迫几人在前面开路，飞鹰找准机会反击。黑灯瞎火的基地里顿时人仰马翻，飞鹰一拖三实在吃力，游戏难度大大提升。一番拉锯战后，女孩们和飞鹰走散。众所周知，龙叔的战斗力取决于周遭环境，越是复杂越对他有利。靠着上蹿下跳和场上道具足以1对多。女孩们3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，靠着多对1的战术成功制服了一个敌人。然而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，雇佣兵们就仗着人多势众控制了他们。一行人来到存放黄金的密室外，2个雇佣兵拿着钥匙去开门，却被设置好的机关打死。雇佣兵头头勒令飞鹰几人去开门。飞鹰拿出从副官身上摘下的项链，按照上面的数字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。密室内果然藏着大量的黄金，雇佣兵们兴奋异常，当场反水，不再听命于阿道夫。驱使他们服从的一直是钱，而不是任何人。坐在轮椅上的阿道夫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，眼下他只能寄希望于飞鹰几人。阿道夫找机会按下大门旁边的开关，2扇门瞬间关闭，雇佣兵和飞鹰被关在了里面。阿道夫叫艾达几人和自己前往控制室，桃子推着阿道夫走在后面。艾莎和艾达先一步来到控制室，看到下面和雇佣兵打在一起的飞鹰，胡乱按了一通开关想要帮忙，结果却无意中按下了基地毁灭开关。阿道夫扶额质问为什么不等他上来，基地30分钟后就会爆炸，既然都要死，阿道夫决定先解决掉背叛自己的雇佣兵。于是阿道夫和飞鹰互相比着手势操控着开关，利用巨大的风力作用成功解决掉了雇佣兵。原来阿道夫才是真队友。飞鹰来到控制室，阿道夫表示唯一能出去的机会就是通风口，但是他不打算离开了，于是便留在控制室，利用强风将4人送了出去。随着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响起，一片巨大的沙丘轰然倒塌，所有的黄金都被埋在了黄沙之下。飞鹰几人唯一庆幸的是还能活着出来。一行人漫无目的的在沙漠中前进，又碰到了阴魂不散的大个子和小个子，他们这次也不要黄金了，只想有命离开沙漠。几人决定合作找到水源。艾达表示翻过前面的沙丘就会有水，但专家的话不可信。他们翻了一个又一个沙丘，却迟迟没有见到水源，只能怀抱希望继续向前。